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准备出门啊。在出门之前呢，想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安装的一个小玩意啊。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从这边可能看清楚吧，一个黑色的东西，它是专门为小步车设计的一个防散的一个俗称蘑菇头的一个东西啊。就为什么要装这个东西呢？主要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这个车你在推行的过程当中啊，你就只能抬着走。你把那个座管如果要伸长到像现在这样呢，它就会散架。所以这个是今天安装了这么一个小玩意。好，现在我们准备出门。好，现在呢，我已经把这个相机啊架到了我的车把上了，同时呢也打开了码表。刚刚给大家展示一下呢，这是一个小步车它设计当中的某一个缺陷啊，也不能叫缺陷吧，可能它就是条件所限吧。就是它这个车，如果你要在平地上推行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把那个座管升起来，因为升起来的话呢，你就可以推着你的这个坐垫向前走就很轻松，否则的话你就要佝偻个腰，或者呢反方向抬着你这个车来这个行走，这样就变得非常不方便。尤其是你要去到一个地铁车站换乘，或者是一些必须要推行的地方呢，就会不方便。当然我也是根据网上朋友的介绍，就是大家有这么一个小装置，然后你安装上以后呢，它就可以在你把这个座管升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啊，照样可以推着车走，而折叠的这些轮子呢就不会散架，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改进的方法。好，现在呢我准备在学院路骑出村去祈福交通中心。今天呢，就是因为安装了这么个小玩意，所以我就想去体验一下地铁换乘，看看会不会比以前要省劲。保安还是友善的，自动的打开了大门，所以现在呢，我就已经骑到了村外了，通过冰峰会这边呢，骑到交通中心去。最近几天呢，就是两件事情啊，就让大家还是有所关心。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中国的网球运动员郑钦文，他第一次参加年终的一个比赛啊，这也是他第一次进入到8强之中，能够在年终在沙特的利雅得那边呢参加一个高额奖金的争夺赛，同时呢也是为自己争取今年底啊最终的一个排名的提升。已经打了2场小组赛，1负1胜，但是还是让大家看到了他的进步和那种想要取胜的进取心。我觉得昨天看了他第2场比赛啊，就打赢了一位他从来没有赢过的选手，有很多人为他鼓劲，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明天的晚上的比赛的时候呢，能够再下一城，看看能不能挺进到这个半决赛中啊。另外一件事呢，就是美国大选，就应该在中国的时间明天，也就是11月6号呢，
就会陆陆续续的公布选票的结果。据说呢，选情焦灼。按理说这本来是美国人自己家的事啊，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中国人，无论是海外的中国人，还是住在中国大陆国内的这些中国人呢，都是对这个翘首以盼，并且呢，也是有各种人物在那里评说、分析，看看谁会赢。但目前来讲呢，其实势均力敌的感觉啊。最终结果呢，明天以后见分晓。但这个呢，我觉得可能跟世界啊，跟其他国家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吧。那毕竟是美国人自家的事，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花太多的时间去关注美国的选举。那不管是谁赢谁输，包括美国人民在内啊，也只有接受的份，更轮不到其他国家的人呢，这个说东道西。所以呢，我们就是静观其变，等候结果就好。好，现在呢，已经接近祈福交通中心了，所以我们从这边呢，准备下地铁，看看能不能去体验一下啊，换乘地铁，给我们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的一个体验。现在呢，我已经把单车折叠起来，套了一个布袋子，这是搭地铁的一个要求。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跟以前有所不同的，就是我是推着这个车子，而不是拉着这个车子。就我觉得，把这个坐管放到这样的高低的话，应该不会散架，就可以很顺利的走到地铁站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想来测试一下的这个小小的一个网易的一个功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就很容易的把这个车呢就放到了这个上面。自我感觉呢，比原来那种有提的口感觉要好一些。安检啊，在进入地铁之前呢，先要给我的羊城通充一下卡。现在呢，基本上都不带钱包出门了啊。收取成功，请取走您的羊城通卡。好意，祝您出行愉快。好，已经充完了羊城通，充完了值啊，充了100块钱。就我们出去，你要去远一点的地方呢，单程就要10来块钱，一个来回就是20来块。所以的话呢，其实还是很费钱的。好，这就进了车站了。就总的感觉呢，你看我现在是这么拖着啊，也比以前强多了。那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推着走，也会比较方便。好，今天呢，我就打算去到南站换乘7号线，在这边呢，我们等车。在地铁里面换乘呢，我就不再开了。我们出了地铁再跟大家交流。
现在呢，我下了7号线，这个地方呢是离终点站前面的一个站，叫水西站，看来我从来没来过。看来这边还是可以换乘2号线的地方。现在准备吃饭。今天一路过来从广州南站到水西这个站呢，一共有18站，非常长的一段路。到这边呢，其实已经是黄浦区的萝岗地区。我打算到不常来的地方呢，随意的来骑个车转转而已。这边呢有很多的出口随便找个出口出去转转嘛。A 出口好像车站边上也有一个公园。黄埔呢是广州发展的比较快的一个区域也是符合广州东进南拓这样的一个发展战略。黄埔呢地方比较大，有城区也有乡下地方，所以这边呢利用土地资源呢做了一些像科学城高科技产业区等等这样的地方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应该是一个发展引擎的地方。看来这个站还蛮大很宽敞，因为跟21号线相交。那老实讲，21号线到底从哪里到哪里，我也不知道，从来没坐过。好，现在我们先出站吧，到街上去转转。今天呢，主要就是推着我的小车因为加了小的东西以后呢，就变得非常的容易推行。这个换乘呢，就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广州的地铁呢，从无到有现在已经有很多条线了，我也没数过，但大概有600多公里的里程。到了今年年底呢，应该还要再增加最起码几十公里吧。而且因为也就这几十年里面建起来的地铁，整个系统呢都比较新所以它的一些设施呢，看上去还都是比较便利的。好，我们已经来到了出站口了。我这个后面呢，就是这个水西站而这个马路对面呢，已经原来一片新城区了。好，我现在准备上车骑行。好，我已经来到了黄埔的水西这个地铁站。21号线换乘的地方，可以看到这边一大片新的住宅区其实显得不错。这边呢就有公园吧，我就想着到这个附近去骑行一天吧。这条呢叫水西路。我们有时候在广州那些老城区待久了以后就会忘了
其实广州呢也是一个在发展科技啊，也在建了很多的科学城、知识城，各种高科技的创业园区，并且这些区域呢才是广州经济的引领和发展的引擎。而这些新区呢，完全是按照现代的观念啊，重新设计布局，所以这边的感觉呢，就跟国外的一些新的城区啊没有什么区别，就规划的比较好。这边呢，我看见有一个市民公园啊，一片绿地的地方，所以我就骑到这边来转转。你看啊，整个环境啊，非常的漂亮，就像在森林当中的一座城市。我就感觉在这边呢，就有点加拿大温哥华、伯纳比那边的这种环境啊。好，我们无所谓啊，就是在这边随着转转而已。你看，不仅是我这一侧，马路右侧、马路对面那里都是一些公园，建的质量看起来挺高啊。这边呢，看来都是一些山坡道。现在我是顺坡一下。这边呢，我看到有很多都是以香雪命名的道路。香雪呢，就是螺岗赏梅的地方，螺岗香雪啊，广州的应该是以前的8景之一吧，但现在并不是季节，所以呢，我们也就不去螺岗了。这个地方的环境真美啊，就有点让人流连忘返的感觉。我在这边呢看到很多的路牌，有市民广场，也有黄埔区的政府，还有一些国际演艺中心啊等等啊。哇，这个地方真的，我来了以后就被它迷住了啊！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走，都在一片绿色之中。那我们就随意的走走吧。原本我以为啊，水西就是一个乡村的名字吧，但谁知道的这边呢，其实像一个新城的模样啊，而且政府部门还有很多机构都在这里。相信呢，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区域的中心吧。这里有希尔顿酒店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酒店。左侧是
广州科学城会议中心，所以这边呢就还属于科学城的地方。有时候就这样啊，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以后呢，对于另外一些区域的事情就关注少了，甚至像这个地方呢，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但是孤陋寡闻啊。偶然我们有时候会开车在这个附近经过一次，但是真正这个里面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了，我们基本上都是不清楚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非常静谧，两边都是大片大片的公园，有时候我觉得都有选择困难啊，就不知道到底应该往哪里走。这个路上还有一种路面的这种电车，这个跟多伦多的 Streetcar 应该是一模一样的。这个 Streetcar 上面啊，我看坐的人并不多。这个路面的电车呢，给大家带来出行的方便以外啊，也是给城市增加了一些景色。好，现在我过马路，经过这个铁轨啊，就是刚刚这个路面电车的轨道。这边的马路做得非常的漂亮，而且你看骑行道、步行道完备。这个里面呢，你看啊，就是公园啊。相信这边因为有山啊，山坡地带还保留了很多绿地，有些呢就是森林。就老板在这边除了日常生活以外，经常可以爬爬山，洗洗森林浴，就对身体是绝对有益健康的。原来我的这一侧呢，就是香雪公园，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有很多这些歌手啊，演唱会就在这边举行的啊。我想起有一回送我的小孩到这边来看过演唱会的。除了一些现代大楼呢，在马路边我也看到了一些小的商业中心。因为不管是哪里人呢，还是要生活的吧，你要吃饭啊什么之类的。这边还在大清土路。这边呢就是罗岗站了，这难道就是刚刚7号线我们过来的罗岗站吗？应该就是的啊。你看这里有7号线还有6号线的换乘。这个地方地铁挺多啊，有6号线还有21号线。前面呢就是宝能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了，是以宝能命名的啊。
看来这边还在修建啊，都围蔽着。对面呢，就这个演艺中心，边上呢有一整排的商业大厦，叫志泰广场，看上去样子都长得很现代啊，挺魔幻的。新区就这样啊，有新的气象，连建筑物的风格呢也比较现代时尚。左侧呢是螺岗站的另一个出口。我还是第一次到这个地方来骑行。虽然螺岗这个地方呢以前来过，像螺岗香雪这种知名的旅游景点，也陪着家人呢来过好几回。再加上呢，有时候跟朋友也会约到这种地方吧，但都是门到门点到点，就没有在这样的街道走过。今天呢能够亲身到这边来走走，我就感觉相当不错，一派新城市的风貌，就感觉以后还是可以多来走走看访一下。再经过这个小古道，我的右侧呢就是一个公园，应该就是他们的市民公园吧。没错了，中心城区市民公园，还有个地下停车库。今天呢也是很随性的，就是想出来走走。本意呢就是想要推着我的单车，就试一试装了一个防松脱的装置之后，是不是在换乘的时候呢，推着走就比以前提着走要轻松便利很多。那确实也是如此。我在南站换乘的时候走了很长一段路，以前呢都觉得很麻烦，但今天我就觉得很轻松。结果转了近20个站来到了这片地方，那眼睛一亮的这种感觉真的很美。我看到公园里面写着步行区就不建议推着单车进去，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呢，就是在它的外围走一下就好。但是这个地方呢，它有个观景的小平台我们可以到水边去瞄一眼。你看这就是市民公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民公园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小桥，大片的绿地，围着这个小湖。哇，这些树木都非常的漂亮，各种姿态有些开着花，很美的一个地方。住在周围的老百姓有福了。所以在广州呢，你一定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一些区域。像我们住在番禺久了，对广州的很多地方的发展呢，我们可能就不是特别清楚。但事实上呢，这个地方
在广州的外围区域啊，以前呢肯定都是农村地带，现在发展的非常不错。就这个地方呢，坡度很大啊。刚刚我是顺坡而下，现在我要顺着坡往上骑。这个附近呢有天鹿湖森林公园、罗岗儿童公园、中心知识城，还有网球中心啊等等这样的地方。感觉左侧又是一个路面的这种轨道的电车吧，一个车站，应该不止一条线啊，好像有好多条线的感觉。右侧呢也有一些商业，开了不少的餐馆。马路的左侧是一个学校，但是有意思的，这个学校挂的对联等等都是以繁体字来写的。这边呢还是市民公园啊，应该是另外一个路口。叫创业公园，应该跟市民公园连在一块的。现在呢，我已经在水西路了。前面呢就是我刚刚出地铁的水西站。
我发现啊，这个右侧的这个公园里面很漂亮啊！你看这个湖边开着各种各样的花，这个湖里面还有很多的睡莲，很美的。从这边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可以看到啊，这个是一个创业公园，对面呢就是市民公园，我相信应该连在一块的吧。这边呢有一些酒店啊，但更多的就是一些绿地，远远的有很多现代的楼房，这就是科学城给我们的感觉。总的来说呢，这边看上去人不是很多，就有一点点像我们去中山城区那种感觉，就一些大马路修的都很好，人呢、车呢，相比广州而言呢，就少了很多。就这边呢，也是同样的感觉。你看那些绿化做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呢，总体上来讲啊，这边人口应该没那么多吧，所以呢，人均拥有的这些绿地啊是很多的。刚刚呢，我就是从左侧的这个水西站啊，这个地铁站上来的。好，现在呢，我就打算啊，沿着这条水西路，同时应该也是沿着水西路上的地上的电车啊，向前走一走。左侧这个站呢，就叫地铁水西站。右侧呢是水西站的又一个出口。站前呢也有一块空地给大家放单车、电单车，就还算比较合理吧。现在呢，我就顺着水西路啊，继续骑行。我今天的目的地呢，是希望去到一个叫水生水库的一个地方，记得以前也曾经来过的。这个路口呢，建得也不错，对面有商业中心。这条路一直骑过去呢，都是一些新的区域，也包括不少的居住区。那边应该有个叫长岭居的，是一个比较大的住宅中心吧。
所以我们也从这条路上呢，一边骑一边看看这个新城市的一些风光。好，现在呢，我继续在水西路上骑行啊。我的前方呢是济广高速，一条高速公路。爬了一个坡，现在呢准备顺坡而下。马路中间的这些路面电车呢还在延续，我们继续往前骑。但这边呢就显得有些荒凉了，我再看一看我这路到底对还是不对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我觉得我已经偏了方向了。看了一下地图啊，刚刚差一点走错了，不知道到底还有多远，但是刚刚导航告诉我听了，大概还有40分钟左右的骑行。那我就想着这边的路啊比较漂亮，也没什么人，那我就在这边骑行一下吧。今天呢，我就是导航啊，把目的地呢定到了罗岗附近的一个叫水生水库边上。这边呢应该有一些酒店啊，还有一些休闲的设施。那我本来就想着看能不能到水边去骑行一下，结果呢就来到了这里，但没想到从这个水西站出来，其实还有蛮远的一段路程。本来导航是建议我再搭一段这种路面的电车，大概有6-7个站之多吧。但我因为在水西站边上，所以转了一圈市民广场、创业公园等等，耽误了点时间，而且
我就凭着感觉呢，还是想骑一段路。那还有应该不到40分钟吧，我想着就把它当成今天的一段锻炼的路程吧。好，我们现在就顺着这条路骑下去。我看这个里面呢，也是鸟语花香啊，一大片一大片的草坪，很开阔的一个公园。骑到这里呢，第一块电池已经告罄了，换了电池，我们继续向前骑行，应该还有30多分钟到达我的目的地，我们努力向前。果然啊，这边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道路，边上呢都是绿地。哦，这个下面应该是一个轨道系统吧。你看啊，从这个地方的钻出来有2条铁轨，但我不清楚是地铁还是什么城轨还是高铁。就这个地方真的跟多伦多，不是多伦多，是温哥华边上的跟那里很像，就是有很多的山丘，这个马路呢高高低低啊，上上下下的坡度。左前方呢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的一个妇女儿童医院，面积还挺大。好，我现在呢在这个妇女儿童医院门口经过，这个地方的路真的有点乱。
左侧呢有南港河碧道，还是一间蛮漂亮的一条道路。已经骑了相当一段路了，感觉这边的环境啊，还是一如既往的非常的漂亮。这条呢叫永顺大道，我要沿这条路骑一阵。怪不得这个导航本来建议我是要搭乘这个路面电车的，你看到这边呢还是有路面电车，那我们回来再说吧。我的右侧呢，有一条河沟啊，还蛮深的，也在进行一些绿化啊。而这个里面呢，就有很多的高楼，就是住宅楼。生活在这样的这种满眼绿地的地方，其实还是很舒适的。当然了，这边呢离天河还是有点点路，就每天要上下班的人呢，还是需要通过通勤要克服通勤的一些麻烦。但怎么说呢，这边都是一片有希望的地方，相信呢年轻人居住为多但是这边的年轻人呢，我想象跟这种番禺大石周围靠打工靠干苦力出卖体力的这群年轻人呢，是有根本的区别的。右侧呢是一个幼儿园，很多家长已经在里面等小孩子放学了。这边那个路面的电车呢，应该是一个蛮重要的车站你看有自动扶梯上下。这里的长岭居小学站呢，就已经是长岭居了那就对了。
其实我今天就是为了要想经过这个长岭区的一个住宅区，就特地选的这条路啊，骑行一段。当然了，这个地方比我想象的要大，骑的时间呢要长一些，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边上有个长岭公园，体育公园，这里面其实也是不错的，有专门骑行道。你看这些河冲边啊，小绿池边上有很多的散步道、骑行道，就这些公园啊，设计做的还是相当不错。长岭运动公园就是我的右侧，你看啊，这个右侧的环卫驿站啊，也做得非常的漂亮。这边呢就有很多的楼盘，密密麻麻的住宅了。在马路中间呢是岭头隧道，应该是一条通车的快速路吧。顺着这条永顺大道啊，继续往前走。这边的马路呢，它分得很清楚啊，骑行道、单车道啊，还有步行道，都是分得很清楚的。所以我呢，还是顺着单车道向前骑行。马路对面呢，也是长居民小学，但是是北校区。后面的山路有好多的住宅大楼。我相信啊，这边有很多的骑行道，很多的绿道啊，就对于有喜欢骑单车人来讲的话呢，应该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如果几十分钟的路啊，就没有必要搭公车，直接骑单车上下班就好。但前提呢，就是你的单位一定在这个周围才行。你看啊，左侧这些山体啊，翠绿翠绿的，真的自然环境非常之好。
到了这边呢，我就觉得似曾相识了。这里呢是广州市第11人民医院，但它旁边呢有一个干部疗养院，而那个水深水库呢，应该就在它的前面啊。我横过马路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应该前面有一个路口可以去到这个水库去的。这里有个南庄中英文学校。现在这条马路呢是长岭路啊，这边也有很多的住家，但幸好呢，这边也通了一条就是路面电车的城轨啊，可以方便大家出行。好，那我就把这边呢作为我今天骑到长岭路啊，长岭居也是水深水库的门前，在这边呢作为我今天骑行的终点啊。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再到里面转转啊，然后呢我们就掉头回家。大概率呢还是搭乘地铁回家。那我们一会儿见，再见，拜拜。